你听说过四脚蛇吗？你知道与蛇最亲近的动物是谁吗？其实四脚蛇就是蜥蜴的俗称，它与蛇都属于冷血爬虫类动物。我们绝大多数人能够接触到最多的蜥蜴类动物，可能就是壁虎了。没错，壁虎也是蜥蜴的一种，同样它也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的一种蜥蜴。其实除了壁虎，地球上还有高达6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蜥蜴，它们生活在地球上各种极端的环境中，体型从几厘米到几米不等。今天黑土先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蜥蜴，带各位领导近距离认识一下这些长相恐怖的冷血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海鬣蜥，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蜥蜴。它们和鱼类一样，经常在海里活动，吃海藻，喝海水，以水生植物为主食。海鬣蜥的体长最大可达 1.2 米以上，体重在20斤以上。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科隆群岛。这种蜥蜴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海洋里活动。相比之下，在陆地上活动较为笨拙，在水中却很灵活。在水中，它们主要以自己强壮的尾巴来游动。这个家伙长着一副又尖又长的爪子，看上去杀伤力非常的强。但其实它的这副爪子并不是作为攻击武器使用的，多数情况都是在海岸觅食的时候碰到海浪袭来，它们就会利用这副尖爪牢牢地攀附在岸边的岩石上，起到固定身体的作用，以免被大浪卷走。这种大蜥蜴虽然并不具备太大的攻击性，但它们面对一些强大的捕食者的时候，也有自己独特的逃生手段，那就是装死。这个家伙可谓是一个装死高手，他们有种特殊技能，就是可以自动调节自己的心率。每当海鬣蜥感知到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立即停止自己的心脏跳动，以此来隐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心脏停止时间可以长达45分钟，非常哇塞。好，第9个，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这种蜥蜴的外表看上去有点笨笨的感觉，它们主要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它们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接近30斤，主要以仙长为食。由于受当地比较干旱的气候影响，它们只能从仙长手中获取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这家伙跟骆驼不一样，它们在吃仙长的时候会利用自己的爪子去除仙长上的刺，然后再开始进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吃一些昆虫或者腐肉，不过 80% 的食物来源都是仙人掌。还有就是这家伙的栖息环境，由于是变温动物，白天它们会停留在火山岩上晒太阳，到了晚上则回到自己挖的洞穴中睡觉，以维持体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它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晒太阳。虽然生存环境恶劣，但是它们的寿命仍可以达到60年以上。第8个，蓝岩鬣蜥。这种蜥蜴是西半球最大的蜥蜴种类之一，它的体长全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30斤。它们多分布于开曼岛，是大开曼特有的一种极度濒危的蜥蜴，数量非常稀缺。据科学家统计，早在2003年，只有不到15只蓝岩蜥蜴生存在野外。后经过人们对这个物种的保护以及圈养恢复，到2012年底，从之前的10几只增加到上百只。不过即便是这样，它们仍处于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非常稀缺。第7个，雷斯巨蜥，它是澳洲体型第2大巨蜥，体长最长可达 2.1 米。这种蜥蜴与上面的不同，它具有攻击性，并且还携带毒性。雷斯巨蜥通常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经常出没在开阔的森林里，一年之中主要活动时间都在9到5月份。等到气温下降，它们就会躲在树洞里或者较大的岩石下面。雷斯巨蜥属于一种食腐肉的巨蜥，它们主要以一些动物的尸体或者小型动物尸体为食。经过人们研究发现，被这种蜥蜴咬一口会导致中毒，不过毒性通常不会太大，一般被它咬到后，伤口会在几分钟内引起肿胀，局部会血液凝固中断，以及肘部疼痛。这种疼痛一般会持续数小时，如果及时治疗，通常不会有致命的危险。就是这种看上去可怕的巨蜥，却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民最喜爱的传统食物，因为这种蜥蜴的脂肪特别受重视，在当地被当作药物和用于各种仪式使用。它们的天敌除了当地土著人，还有澳洲的野狗和大型猛禽。好，第6个，黑喉巨蜥。这是一种原产于坦桑尼亚的大型巨蜥，黑喉巨蜥的体长总长度可达 2.1 米，体重可达50斤。它是岩石巨蜥4个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这种蜥蜴比较凶猛，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能够吃掉的东西，其中包括大型的鼠类、蛇类以及一些淡水的软体动物。第5个，眼斑巨蜥，这个就比较凶猛了。眼斑巨蜥是澳洲沙漠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巨蜥，也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蜥蜴之一。眼斑巨蜥的体长可达 2.5 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们主要分布在澳洲的一些干燥的稀树大草原中。这种蜥蜴属于完全肉食性动物，无论是蛇、鸟或者一些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猎食。
一些成年的眼斑巨蜥有时候甚至可以猎杀一只袋鼠，非常凶猛。除了凶猛，它也是所有爬行动物中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这样一只体型巨大的爬行动物，最快移动速度竟然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堪称爬虫动物界中的闪电侠。它们不但移动速度快，而且耐力惊人，即便是长时间的长距离奔跑，在所有爬行动物中，它们的速度也名列前茅。在大多数的蜥蜴种类中，胆小者居多，但是眼斑巨蜥是个例外。这个家伙如果感知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它们不会选择逃跑，而是会坚守阵地，利用它的爪子以及牙齿和边状的尾巴来保护自己。有时候它们会张开嘴巴，主动向对方发起攻击，一旦被它咬到，就会被它们口中的毒素所感染。这种毒素一般不会致命，但是会使我们的伤口处急速肿胀，不能凝血，血流不止。如果被咬到血管上，血液就会止不住的向外流，因为这种巨蜥口中的毒素会导致伤口不能结痂，非常危险。还有就是眼斑巨蜥是毒蛇的克星，它们几乎对大多数的毒蛇都免疫。好，第三个，萨氏巨蜥。这种蜥蜴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体长最长的蜥蜴，这主要就归功于它的尾巴。成年萨氏巨蜥的体长可达 2.8 米，如果加上尾巴，可能会超过4米以上。因为这种巨蜥的尾巴一般都在一块卷曲着，伸展开的长度通常可以达到身体长度的2倍，甚至更高。虽然听上去体型很长，但是它的重量远远没有科莫多巨蜥的重量大，比较瘦长。这种巨蜥主要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南方海岸，在那里有很多的沼泽地，是这种萨氏巨蜥的理想栖息地。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上，属于完全树栖的巨蜥。在野外主要也是一些鸟类、鸟蛋、小型哺乳动物和一些动物的腐肉为主要食物。还有就是这种蜥蜴虽然看上去体型不小，但却是一种胆子非常小的巨蜥。由于身体纤细，它的咬合力和力量在巨蜥里是最小的，战斗力不强，全身杀伤力最大的也就属它的尾巴了。当它们受到威胁时，就会挥动它的长尾巴对敌人进行反击。千万不能小看它这条尾巴，这家伙细长有力，就像是一条钢鞭一样，横扫过去会对其他较小的敌人造成恐吓甚至致命的威胁。好，第二个，圆鼻巨蜥。这是一种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型巨蜥，它也是亚洲地区最常见的巨蜥之一。圆鼻巨蜥是世界上第2大巨蜥，最大标本记录达到了3米以上，体重更是超过了100斤。最过分的就是它们的寿命可达150年。它们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还有我们国家的广西和海南，也是它们的出没范围。这种巨蜥体型巨大，生性好斗，非常凶猛。每当遇到危险时，它们会利用强劲有力的尾巴当作武器来抽打对方。如果打不过，它们也会有很多方式自救，例如迅速爬到树上，或用爪子抓树，发出声音来震慑对方，或者跟蛇一样吐出长长的舌头，发出嘶嘶的声音恐吓敌人。当敌人被震慑住之后，圆鼻巨蜥就会找出机会，迅速抽动自己杀伤力极大的尾巴击打对方。这一击很有可能会使敌人丧命。这种巨蜥与科莫多巨蜥一样，嗅觉非常发达，它们可以闻到远处的动物尸体气味，然后随着味道找到尸体，将腐肉吃掉。它们与大多数的蜥蜴一样，能够吃掉任何自己能够吞下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捕杀猴子，甚至是自己的同类，非常残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圆鼻巨蜥几乎没有天敌。目前发现只有咸水鳄鱼，也就是湾鳄，对它们构成威胁。对了，还有就是在早些年，这种蜥蜴是被人类捕杀贩卖最多的一种，它们的皮被用于制作鞋子、皮带等等一些饰品，销往全球。每年有高达上百万只圆鼻巨蜥被杀死贩卖。直至今日，由于人类肆无忌惮的捕杀，圆鼻巨蜥最终也被列为极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数量濒危。不过在斯里兰卡，这种巨蜥很久之前就受到当地人的保护，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吃毒蛇。好，第一个，科莫多巨蜥。科莫多巨蜥相信各位领导就比较了解了，它就是我们俗称的科莫多龙，它是现存所有巨蜥中体型最大的成员。科莫多巨蜥的最大体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超过了140斤。在野外，它们是顶级掠食者，主要活动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这种蜥蜴非常凶猛，攻击性较强，它们主要以野猪、鹿、猴子跟蛇为食。有时候也会捕食自己的同类，相当残忍。当然，它们的袭击对象也包括我们人类。如果在野外被科莫多龙咬上一口，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丧命的几率会很大。因为这个大家伙是一种携带毒素的大蜥蜴，被它咬到会导致我们的伤口处停止凝血，也就是伤口不结痂，血液会止不住的向外流。即便我们成功逃脱，只要距离科莫多巨蜥不超过5公里，它们很有可能会顺着气味再次找到我们。也就是被科莫多巨蜥咬一口，只要距离它们在5公里范围内，几乎很难逃出它的魔掌。在
在野外，科莫多巨蜥通过灵敏的嗅觉加上可怕的毒液，可以猎杀很多比它体型大的动物，像一些大型的野猪、马，甚至水牛，它都可以成功猎杀。而它的猎杀方式也就仅仅是上前咬上一口，将嘴里的毒液跟细菌寄放在猎物的伤口处，等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小时，也可能是几天，等待被咬的猎物毒发身亡后，然后再顺着气味追踪到尸体并吃掉。有时候它们甚至能从猎物还未死亡就开始追踪，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恐龙还可怕的动物吗？你知道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蟒蛇有多恐怖吗？我们都知道，地球已经诞生了约46亿年，而我们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才不过短短的几百万年。你知道吗？至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文明也仅仅约为6000年。也就是说，6000年前的地球对我们现代人类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不过庆幸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地质以及化石去了解几千万年前甚至几亿年前所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据人们通过世界各地找到的化石发现，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恐怖的巨型生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出了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的10种最可怕的远古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回到过去，认识一下地球上曾经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巨型千足虫。它们可能是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陆地节肢动物之一。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巨型马鹿的化石是在1926年，当时通过观察发现，这家伙长有750条腿，它们可能还是世界上脚最多的生物。这种巨型马鹿在当时天敌可能不会很多，因为它们浑身布满盔甲，很难被猎杀。通过分析，它们可能会怕见阳光，应该经常生活在一些黑暗的岩石缝中。还有就是这种巨型千足虫，虽然看上去让人头皮发麻，比较瘆人，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在当时应该属于一种温顺的动物，因为它们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一些植物的叶子为食，一般情况下应该不具备太强的攻击性。好，第9个，邓氏鱼。据科学家分析，邓氏鱼很有可能是地球上第一个百兽之王。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鱼类，它的体长大约在9米，体重更是高达4吨。这种鱼最惊人的就是它的咬合力，它的牙齿就像是一个个锋利的匕首，具有非常强悍的杀伤力。据估计，邓氏鱼一口咬下去的力量可达5吨，它们几乎可以咬碎任何动物的骨骼。更可怕的就是它的口腔构造。邓氏鱼缺少真正的牙齿，但它却拥有2个长条、凹凸不平的刃片代替牙齿。这种独特的牙齿构造可以使它拥有极大的咬合力，可以咬断和粉碎任何东西。同时，它还能够在短短的 0.02 秒内迅速地张开大嘴，然后用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进嘴里，再将其粉碎，战斗力非常强悍。据估计，在当时的海洋生物里，邓氏鱼是最顶级的掠食者。在当时，它们主要以鲨鱼和盾皮鱼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的时候，它们甚至会直接猎杀自己的同类，相当残忍。对了，还有就是人们之所以认为邓氏鱼在当时可能是百兽之王的原因，是因为这种鱼生存在距今约 3.6 亿年前的泥盆纪，它的存在要比陆地上第一只恐龙的诞生还要早1亿多年。在这个时期是海洋动物的时代，也可以理解为鱼类的时代，因为此时的陆生动物还没有大规模兴起，海洋动物几乎在称霸着地球，而邓氏鱼在当时则是海洋里最凶猛残暴的食肉动物。它靠着坚硬的盔甲与惊人的咬合力，远远凌驾于其他海洋动物之上，成为当时地球上最顶级的掠食者。好，第8个，巨型捕广翅后，也就是一种体型较大的海蝎子。这是一种生存在距今 4.6 亿到 2.55 亿年前的水生节肢动物。它们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巨型千足虫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这种巨型海蝎子的体长可达 2.4 米，它们可能是进化史上体型最大的水生节肢动物。人们从化石中研究发现，这种巨型海蝎子演化非常迅速，它们遍布世界各大洲，并且适应能力极强，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活。好，第7个，旋齿鲨。这是一种嘴巴里长着螺旋状锯齿的恐怖生物，一眼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生物曾经生存在距今 2.9 亿年前的二叠纪早期。1899年，一位俄罗斯的古生物学家在乌拉尔山脉首次发现旋齿鲨的化石。自打发现这种古生物至今，人们仍没有找到这种生物的完整骨架。因此，旋齿鲨对很多生物学家来说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科学家从发现的化石中估计，旋齿鲨的体长应该可达10米以上。这些螺旋状的牙齿上有锯齿切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肉食性动物。后来，古生物学家通过 3D 扫描模拟打印出这种旋齿鲨的骨骼，发现大多数旋齿鲨的牙齿几乎没有太严重的磨损，这表示它们应该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为食。然后再依照旋齿鲨的牙齿坚硬程度分析，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甚至可以一口直接将猎物切成2段。
非常凶猛。不过以上的那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因为这种炫齿鲨与大多数的已经灭绝的软骨鱼一样，死后整个身体就会瓦解，骨骼很难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能留下的只有嘴里的牙齿，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仅有的炫齿状锯齿来推测模拟这种生物的模样。实际上这组恐怖的牙齿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仍是一个谜。好，第6个，帝鳄，它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大型的鳄鱼之一。这种巨大的鳄鱼生存在距今大约 1.1 亿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它们的体长可达13米，最大体重估计超过了10吨，但是它那布满利齿的嘴巴就长达 1.8 米，一口吞下一个身高1.8米的成年人，毫无压力。不仅如此，这种巨型鳄鱼的嗅觉也相当发达，即便在水中，它们也能够闻到猎物的气味。帝鳄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鳄鱼，它的口中长有132颗巨大的锥形牙齿，这能够使它们利用强大的下颚轻松压碎其他动物的骨骼，仅此一项就足以使它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者。再加上鳄鱼天生就是一种善于伏击的动物，这一点让这个大家伙变得更加可怕。在当时，甚至作为动物界的霸主恐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防着这种大型鳄鱼的袭击，因为它们经常潜伏在水中，如果一些体型较小的恐龙去河边喝水，就很有可能被帝鳄一口咬住，并将其拖入水中，将猎物淹死撕碎，非常可怕。好，第5个，苍龙，它是中生代海洋里最凶猛的海洋霸主。苍龙的体长可达17米，体重可以达到16吨以上。它们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在这个时期，大陆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恐龙在统治着陆地。早期的蛇类、蜜蜂以及许多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而苍龙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发展成海洋中的霸主。其实苍龙的祖先原本是一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但由于当时生存在陆地上的蜥蜴经常会遭受到恐龙的威胁，所以导致苍龙的祖先不得不重新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繁衍生息。最终他们选择了海洋，从陆地进入海洋后，整整过了600万年的时间，他们从原本体型较小的蜥蜴逐渐演化成了体长17米的超级巨兽。在苍龙的整个进化过程中，海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海洋里丰富的食物为苍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生存环境，才使得它们逐渐的发展成海洋霸主。在这个过程中，苍龙用了500万年的时间，将海洋中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它们逐渐变得庞大，且越发凶猛，在当时一度成为了海洋中最顶级的掠食者，非常可怕。好，第4个，巨齿鲨，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鲨鱼。巨齿鲨的体长约为20米，体重约有90吨，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掠食者之一。经过科学家推测，巨齿鲨可能是地球上已经发现的咬合力最强的生物。据人们估计，它的咬合力约为20吨左右，其口腔的撕咬力量甚至超过了霸王龙，战斗力非常强悍。这种巨型鲨鱼曾经生活在距今约15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科学家从发现的化石中观察到，成年巨齿鲨的一颗牙齿最长就可以达到18厘米，是目前人类已知所有鲨鱼物种中最大的。它的嘴巴张开，直径可以达到3米，像一些小型的鲨鱼，巨齿鲨直接就可以一口将其吞掉。由于其体型巨大，这就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很多的食物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据化石研究表明，巨齿鲨会捕食许多鲸类物种，例如海豚、鲸鱼以及一些鲨鱼等等，这些体型较大的物种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虽然它们的体型巨大，但是并不笨重。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游动，然后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通常巨齿鲨可能会先一口咬断猎物的尾部，使猎物丧失游泳能力之后，再慢慢的将猎物吃掉，非常凶猛。好，第3个，风神翼龙，它是人类已知最大的飞行动物。风神翼龙生存在约84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它的翼展可达11米，体重可达500斤。它们站立在地面时的身高约为 5.7 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2米，体型非常庞大。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家伙可能是霸王龙的天敌，确切点说，应该是小型恐龙的天敌。这种大鸟的新陈代谢很快，需要定期进食，庞大的身躯导致它们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作为能量来维持它们的体能。而在这个时期，小型恐龙可能就成为了风神翼龙的最佳猎食对象。它们虽然是飞行动物，但在捕猎的时候也会降落在陆地上，因为在空中根本没有什么猎物能够满足它们庞大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好，第2个，鱼龙。这种生物被认为是第一批能够猎杀与自己体型相似的猎物的海洋动物之一，也就是说它们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鱼龙的牙齿尖锐，生存在海洋中，性情非常凶猛，它们的体长在10米左右，曾经它也是海洋里最顶级的掠食者。至于它的凶猛程度，黑土先不过多的描述了。
在这里主要提一下它生活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曾经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海拔4800米的高山上发现了鱼龙的化石，也就是说在很久之前，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么问题来了，珠穆朗玛峰都被海洋覆盖了，那地球上还有陆地吗？那如果这里没有被海水覆盖过，那鱼龙的化石又是怎么到了这里呢？难以想象曾经的地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好，第一个，泰坦巨蟒。泰坦巨蟒是人类已知最大的蛇类，这种大蟒蛇其实就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大型染蛇，它们与现存的亚马逊森蚺是近亲。根据2020年在哥伦比亚的塞雷洪煤矿出土的化石估计，泰坦巨蟒的体长在12到15米左右，其长度几乎与一辆公交车接近，它们的体重更是将近1吨左右，身体最粗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米，体型要比现存的亚马逊森蚺大很多。这种大型蟒蛇早在约58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灭绝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因为类似于蛇这种冷血动物对环境温度都有极强的需求，一旦气温发生剧烈改变，冷血动物就不能够借用环境的温度来调节自身的体温。像泰坦巨蟒这种大型的蟒蛇一般都需要在平均气温30到34度的环境下生存，如果稍有偏差，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可能是致命的。早些年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可能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这种大型巨蟒是恐龙灭绝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它们曾经称霸地球几百万年，在当时它们的食物主要以鳄鱼跟一些大型鱼类为主。其实除了以上那些人类已知的远古巨型生物，地球上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存在一些我们从未知道的神秘生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以上黑土说的那些大型生物中不难看出，有很多可怕的大型生物都是生存在海洋里，而我们人类至今为止对海洋的探索才仅仅为5%，也就是说仍有95%的海洋深处是我们从未知晓的。我们都清楚，整个地球大约70%的面积都被海洋所覆盖，那些我们未知的海洋深处究竟生存着什么样的生物，我们从未得知。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是谁吗？你见过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蛇吗？在我们的印象里，爬行类动物貌似都是一种但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生物。的确，因为在很久之前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就是一种爬行动物。现如今恐龙灭绝后，地球上现存的爬行动物其实依旧非常可怕。由于体型较大的多数都是鳄鱼，所以本期视频黑土找出了多种不同种类爬行动物中的最佳者，也就是包含蛇类、蜥蜴类以及龟类等等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科莫多巨蜥。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的平均体长都在2到3米，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炎热干燥的地方。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科莫多巨蜥是顶级掠食者，这个大家伙几乎可以捕食它所在栖息地内的任何动物，像些野猪、猴子、蛇，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捕杀，当然也包括人类。它是一种不挑食的食肉蜥蜴，无论是新鲜的猎物还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嗜好，就是喜欢挖掘人类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吃到地下埋葬的尸体。科莫多巨蜥长有坚硬的爪子，它们具备挖开泥土的能力。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寻找动物尸体吃。在这期间，如果一些人类的坟墓被它发现，它们有时候也会挖开泥土将其吃掉，即便是腐烂的肉，它也可以接受，非常可怕。对了，再有就是这种巨型蜥蜴还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物种，它们的口腔里布满了很多致命的细菌，在野外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咬到，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第9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长最长的一种蟒蛇，也是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网纹蟒也叫霸王蟒，这种大蟒蛇多数都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环境下，比如热带雨林、草原，甚至一些河流、湖泊里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这种大蟒蛇体型巨大，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之前一些老人经常说的会吃人的大蟒蛇，可能多数就是这种网纹蟒，因为这个大家伙完全具备将一个成年人类吃掉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大蟒蛇吃人的事件曾发生过很多起，其中这种网纹蟒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吃人的蟒蛇。另外，网纹蟒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携带毒素，它是一种无毒蟒蛇。在捕杀猎物时，它们会将猎物缠绕起来，通过收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猎物绞杀致死，然后再将其整个吞下，非常可怕。好，第8个，绿水蟒。绿水蟒其实就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森蚺，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这种蛇的体长可达8米以上，体重最终可达400斤以上。森蚺的长度虽然没有东南亚的网纹蟒长，但是体型要比网纹蟒粗得多。它与其他的蟒蛇一样，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另外，森蚺是一种吸水的蛇类，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在水里它几乎可以猎杀绝大多数的动物，包括与它一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黑凯门鳄。不仅如此，即便是登上陆地进入森林，也没有几个动物是这种森蚺的对手。即便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有时候也会遭到大型森蚺的捕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亚马逊河里还是亚马逊雨林里，这种森蚺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第7个，康托尔巨鳖，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鳖。康托尔巨鳖在我们国家称之为螈，螈是鳖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这种大老鳖主要都分布在亚洲，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都有分布。它们主要都活动在内陆地区，通常都喜欢栖息在一些流动缓慢的淡水河以及一些湖泊中。这个物种是一种伏击捕食者，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与绝大多数的甲鱼一样，一旦咬住我们的手指，轻易不会松口，非常可怕。它是肉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和鱼类为食，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伏在水下，很少会露面，因此想要亲眼见到它们的几率极小。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的数量。由于鳖这种动物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被当作一种食材或者药材，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遭到了人类大肆的捕杀。如今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外加上一些河流和湖泊遭到污染和破坏，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濒临灭绝。在我们国家，这种大型老鳖属于1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6个，北美鳄龟。北美鳄龟是鳄龟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淡水龟，同样它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淡水龟。成年的北美鳄龟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体重最终可达400斤。这种龟主要都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淡水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龟类。之所以被称为鳄龟，是因为它的下颚力量极大，并且龟壳表面看上去与鳄鱼的皮肤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家伙几乎是一种完全肉食性的龟类。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可以抓到的猎物。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咬合力甚至比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野兽还要高。鳄龟的攻击速度极快，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800斤以上，这种力量一口下去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在野外，像一些水禽、蛇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有时候甚至是小型鳄鱼，北美鳄龟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捕杀猎物时，它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舌头去吸引鱼类和其他动物。由于北美鳄龟的舌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并且它还可以让自己的舌头模仿蠕虫的动作去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整个舌头就类似于一个鱼饵一样。等猎物一靠近，它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对猎物发起攻击，通常一口下去就足以切断一些小型鱼类的身体，非常凶猛。第5个，加拉帕戈斯陆龟。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这种巨型龟原产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它的龟壳长度最长可达 1.87 米，体重最大可达800斤以上，寿命估计可达200年。这种陆龟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共有14种不同的亚种，分别都分布在14个岛屿上。由于不同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同亚种的加拉帕戈斯陆龟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大型陆龟是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仙人掌、苔藓、树叶和一些浆果为食。由于这些植物中富含大量的水分，因此加拉帕戈斯陆龟即便长时间不喝水仍能够存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坚持存活长达18个月的时间，抗饥饿能力很强。在人类没有踏上这片岛屿时，这里曾生活着超过约25万只巨型陆龟。后来由于一些海盗和捕鲸者经常来这里捕捉这种陆龟，目的是为了当做食物食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海盗甚至直接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补给基地，对岛上的陆龟进行大批量的捕杀。到了1995年，这里只剩下大约15000只。由于人类的侵入，至少3个岛屿上的陆龟已经逐渐的灭绝。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巨型龟数量在急剧减少后，反过来又对它们进行圈养繁殖以及各种保护。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约19000只。第4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这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的一种海龟。
红海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900斤以上。不过一般情况下，成年的红海龟的体重也就在300多斤左右，超过900斤的比较少见。这种海龟的外壳通常都为红棕色，它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在世界上所有的硬壳龟中，这种红海龟的体型是最大的。另外，这种红海龟的头部较大，它的下颚力量很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将海螺这种硬壳动物的外壳咬碎。这个家伙的寿命也很长，它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性成熟。在野生环境下，它们的寿命可达70岁以上，甚至更久。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在它们的龟壳上还生活着多达100多种小型动植物群落。它的龟壳对于这些小型生物来说，就像是一块漂浮的陆地。第三个，棱皮龟。这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海龟——棱皮龟。棱皮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的中上层。它与其他海龟不同，棱皮龟的龟壳没有骨质甲壳，龟壳不够坚硬，它的龟壳就类似于一种厚实坚韧的皮革一样，比较柔软。但即便是这样，它仍能够下潜到深达1200多米的水下寻找食物。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水压是非常可怕的。在水中，棱皮龟主要靠捕食水母为食，并且它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水母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伙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嘴巴内部却非常吓人。棱皮龟的嘴里没有牙齿，但是在食道内侧却长满了很多角质皮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它就是依靠这些角质皮刺将食物磨碎，然后再送到自己的胃里消化掉。在寻找食物时，它们最怕遇到的就是人类丢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料袋，因为一些白色的透明塑料袋在水中看上去与水母很像，外加上棱皮龟的视力又不好，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食用。一旦误食这种塑料袋，就会给棱皮龟的肠道造成堵塞，从而无法继续进食，最终只能等死。这些塑料垃圾在为人类带来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在为其他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野外，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爱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无意间杀死一个生命。好，第二个，尼罗鳄。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爬行动物，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捕食者。你知道吗？尼罗鳄与我们国家的扬子鳄可大不相同。在非洲大陆，尼罗鳄是少数的一种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在他们的眼里，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自己的食谱之内。据统计，尼罗鳄每年的咬人次数高达700多次，其中高达60%都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它几乎是非洲大陆袭击人类致死最多的一种野生动物。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草原之王狮子，每年对人类造成的致命袭击才占尼罗鳄的1/8。显而易见，尼罗鳄要比狮子可怕得多。要知道，一头成年的尼罗鳄的体长最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1吨。它们的嘴里长满了坚硬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高达2吨的咬合力。这种力量足以切断大多数动物的身体，人类更是不在话下。仅需一口，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段，非常可怕。在非洲，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它几乎可以捕杀范围内的大部分动物。对了，尼罗鳄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就是虽然它的咬合力足够强悍，但是它这个大嘴巴的张力却略显不足。由于控制嘴巴张开的肌肉比较虚弱，所以只要捏住它的嘴巴，它就很难张开。即便是成年的尼罗鳄，只要用胶带将它们的嘴巴缠住，一般情况下它就很难再张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想着去捏它的嘴巴，因为只要我们的手一滑，整条胳膊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好，第一个，湾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品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它是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大型鳄鱼。所谓咸水，也就是海水。没错，大海里也是有鳄鱼的，并且还是相当凶猛的大型鳄鱼。一头成年雄性湾鳄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什么概念？体长7米，几乎相当于一辆小型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非常巨大。它与其他鳄鱼一样，也归属于恐龙家族。从2亿多年前诞生至今，它们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极具领地意识。如果一个不小心闯入到湾鳄的地盘，下场是非常惨的。在2战期间，就曾有约1000多名日本兵在撤退期间不小心闯入到了湾鳄的地盘。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并且外围都被英国士兵所包围，所以迫使这1000多名日本兵不得不在沼泽地中过夜。而他们所身处的沼泽地，正是成千上万只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1000多名日本兵就被湾鳄吃得所剩无几。到了第2天早上，只有20几个日本兵活了下来，并且精神都已经失常，场面非常残忍。由此可见，湾鳄这种爬行动物绝对足够恐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